10种养了它菜地不用管的神奇家禽。你以为种菜靠肥料和农药，实则高手菜园里都养着它。第1种走1圈顶一打3天农药。你是不是也梦想拥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场，却被除虫、施肥、处理厨余这3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？在真正的生态农业里，没有废物，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与蔬菜种植完美互补的小型家禽，来一场阳台上的生态链革命。第10名，家兔加苜蓿。养兔子怕没草吃，种苜蓿就对了。苜蓿是豆科植物，它的根系能从空气中固定氮元素，肥沃土壤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%以上，是兔子的优质蛋白饲料。而兔子吃完苜蓿后排出的兔粪，又是一种冷性的速效氮肥，可以直接给你的蔬菜施肥而不烧根。第9名，鹅加果园玉米地。你以为把家禽放进菜地就是一场灾难？是唯一的例外。鹅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它有一个神奇的 bug， 它天生只爱吃尖叶的禾本科杂草，但对于大多数阔叶的蔬菜如番茄、豆角、果树，它不屑一顾。把它放进果园或玉米地里，它会像一个生物除草机器人一样，精准地吃掉那些和你的作物抢养分的杂草，留下你的果实，顺便还在地里留下一堆鹅粪当肥料。第8名，蚯蚓加咖啡渣。你以为咖啡渣只能除臭？不，它是蚯蚓的繁殖加速器和土壤酸碱平衡师。蚯蚓在吞食土壤和有机物的同时，最怕土壤板结，而咖啡渣疏松多孔的物理结构，能完美改善土壤的透气性。更重要的是，咖啡渣呈弱酸性，能中和土壤的碱性，为蚯蚓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生存环境。研究表明，在蚯蚓堆肥箱里加入适量的咖啡渣，蚯蚓的繁殖速度和处理垃圾的效率能提升20%以上。第7名，黑水虻幼虫加厨余垃圾。黑水虻幼虫是行走的蛋白质转化器，它们能以惊人的速度吃掉一切有机废弃物，包括腐肉、粪便。最神奇的是，它们能将这些垃圾转化为42%的粗蛋白和35%的脂肪。这些烘干后的幼虫是喂鸡喂鱼的优质高蛋白饲料，你再也不用花钱买饲料了，实现了垃圾、饲料、肉蛋的完美循环。第6名，蘑菇加木屑落叶。你菜园里修剪下来的枯枝、落叶是垃圾吗？不，它们是碳的封印。蘑菇，特别是平菇、香菇这类木腐菌，是自然界唯一能高效分解木质素和纤维素的神奇生物。我们人类和大多数动物都无法消化木头，但蘑菇可以。你把这些农业废料堆在一起，接上菌种，它就能把这些坚固的碳水化合物重新转化为鲜美的高蛋白蘑菇。这是真正的点石成金。第5名，蜜蜂加迷迭香、薰衣草。我们都知道蜜蜂给蔬菜授粉，但你知道有些植物能反过来保护蜜蜂吗？蜜蜂最大的天敌之一是瓦螨，而迷迭香和薰衣草散发出的强烈挥发性精油，对瓦螨等害虫有强烈的驱避作用。在你的菜园旁边种上这些香草，不仅能吸引蜜蜂来给你授粉，还能顺便帮蜜蜂洗个香薰澡，驱散它们身上的寄生虫。这是一种极其高级的共生智慧。第4名，鱼菜共生升级版。你以为鱼的粪便直接就能被菜吸收？能，但效率很低。在鱼菜共生的过滤系统中加入一个蚯蚓生态层。鱼的固体排泄物对于植物根系来说是大分子，很难吸收，但是这些排泄物却是蚯蚓的美味佳肴。蚯蚓吃掉鱼的粪便，将其精加工成小分子的极易被植物根系吸收的蚯蚓粪肥液，这等于是在你的系统中增加了一个2次处理和增效的环节，蔬菜的生长速度能再提升30%。第3名，稻田鸭。鸭子下田可不是在玩水，而是在进行一套复杂的生态作业。它既是生物防治员，负责吃掉水里的害虫和杂草，又是物理工程师，用脚蹼搅浑水体，抑制杂草生长，同时碰撞稻杆，刺激水稻分解。最后，它还是自动施肥机，它的排泄物就是水稻最好的天然氮肥。这套系统完美地实现了零农药、零化肥的生态循环，最终还能收获肉蛋。第2名，鸡加可移动鸡舍。鸡的破坏力太强，不能直接放进菜地，但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战术武器，打造一个没有底的可以移动的鸡舍。在一块菜地收割完，准备种下一茬之前，把这个鸡笼拖拉机放上去。鸡会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，不仅能吃掉土壤里所有的害虫、虫卵和残根剩菜，还能刨地松土，最后留下一层厚厚的鸡粪作为底肥。几天后，移走鸡笼，这块地就变成了一块既干净又松软，还施了肥的完美沃土。第1名，鸡尾鸟。新西兰的国鸟，一种活在现实中的神奇动物，
它那根长长的、灵活的喙不是用来啄食的，而是用来探测的。它可以像医生用的探针一样，深入土壤20至30厘米，去寻找深层的蚯蚓和幼虫。这个过程等于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为你的菜地进行免费的、无损伤的深层松土。它的鼻孔长在喙的顶端，嗅觉极其发达，能精准地嗅出藏在土壤深处的害虫，如旗槽、金针虫，在它们破坏你蔬菜根系之前就提前定点清楚。再加上它的羽毛质地更像哺乳动物的毛发，富含角蛋白，会不断地脱落分解，为土壤缓慢地补充氮元素。普通的鸡鸭只能处理地表的害虫和杂草，而几维鸟是在土壤的深层空间里为你进行松土、除虫、施肥的3位一体作业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为你的种菜养殖事业打开了全新的思路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热爱种植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